大家好，我係市場先生。呢一集繼續係每周一次嘅市場先生與好友三人談系列。大家好，我係湯丁丁。市場先生啊，最近有唔少公司公布業績，今次想同大家分享邊個板塊呢？香港嘅公用股係唔少投資者持有收息嘅選擇，尤其是依家市場普遍預期聯儲局喺9月會啟動減息週期。我嘅舊鋪花旗最近就出咗一份報告，指出未來12個月美國10年國債收益率係有機會降到3%嘅。自1998年以嚟，香港公用股嘅股價表現同美國10年國債收益率嘅關聯度係非常之高嘅。我哋從歷史嘅數據嚟睇，當美國10年債息處於3厘嘅水平嘅時候，當時香港公用股嘅股息率係介乎3至4.7%。咁隨着未來美國減息，香港嘅公用股係有機會獲得估值嘅重估嘅。市場先生啊，你都話到公用股個估值有得重估啦，請問你點樣評價香港公用股呢？咁我始終認為係要睇基本因素嘅，尤其是係用業績嚟衡量。至今香港主要嘅公用股都已經公布咗中期業績，業績雖然冇乜驚喜，不過好在股息率至少都有4.6%。香港公用股都有唔少啊，例如中電啊、港燈啊，仲有呢個長江基建之類啦。咁市場先生最喜歡邊一隻呢？咁相對嚟講，我係比較喜歡長江基建嘅。而事實上，長江基建係今次公布業績嘅公用股唯一一家係增加派息嘅。長江基建亦都係未來最有潛力增加派息嘅。原因係長江基建嘅淨借貸權益比率只有18%，其他例如中電控股同埋中華煤氣嘅淨借貸權益比率都超過50%，而港燈嘅淨借貸比率甚至超過100%。所以長江基建係最有財務能力收購業務嚟到支撐未來嘅股息增長。咁市場先生，你提過咁多間公司，即係包括長江基建啦、中電控股啦、中華煤氣啦、同港燈啦，你最喜歡嗰隻長江基建，咁你有咩評價呢？嗱，咁長江基建2024年上半年股東淨利潤有43億港元，同比係增加1.7%。中期股息每股0.72港元，同比係增加1.4%，繼續維持自上市以嚟每次股息都有增長嘅紀錄。咁難怪長江基建係被稱為李澤鉅嘅親生仔。長江基建嘅其中一個賣點係，佢雖然喺香港上市嘅本地公司，但係佢嘅主要業務係分散喺西方國家。佢有40%嘅利潤係嚟自英國。上半年英國嘅業務為公司貢獻盈利18.7億港元，同比增加17%。主要原因係公司收購咗69兆瓦裝機容量嘅可再生能源資產組合，以及英鎊匯港元嘅匯率上升。另外，長江基建有23%嘅盈利係來自電能實業，而電能實業嘅業務亦都係分散喺西方國家。上半年電能實業為長江基建貢獻盈利11億港元，同比增加2%，表現都好平穩。另外，長江基建有18%嘅盈利係來自澳洲。上半年澳洲業務為公司貢獻盈利8.6億港元，同比增加咗5%，而且係各項業務包括電網、可再生、氫氣能源都有增長。總括嚟講，長江基建嘅優點係盈利嘅能見度高，業務受法規保障，而且負債率低，具併購潛力。未來可以靠收購西方國家嘅能源資產，推動盈利增長。市場先生講完長江基建，咁之後不如講下煤氣啊，可唔可以為大家介紹下煤氣嘅業績呢？煤氣上半年嘅股東淨利潤30億港元，下跌咗15.9%，主要係受到一啲非經營性嘅因素影響。今年上半年因為業務重組，減值撥備1.8億元，
而2023年嘅同期，因為退出上海燃氣，係錄得淨收益3.98億元。如果我哋撇除呢啲非經營性嘅因素，股東淨利潤31.9億元，其實係增長2.2%。煤氣上半年嘅業績其實都有啲亮點嘅，主要喺內地。內地城市燃氣業務總售氣量186億立方米，比2023年同期上升咗6.7%。而價格方面，受惠成本端上游天然氣價格回落，燃氣平均嘅價差增加咗5個仙每立方米。量價齊升之下，上半年內地嘅燃氣業務稅後經營盈利增加咗4%。展望未來，香港方面今年8月1日起調升煤氣收費4.8%，而且凍結咗26年嘅每戶定額保養月費，亦都增加咗0.5元。呢啲對佢未來嘅盈利都有正面嘅影響。而內地方面，三中全會提出優化居民嘅氣價機制，咁係有助推動內地民用燃氣嘅提價。預計全年嘅燃氣價差將上升5個仙每立方米。預計煤氣全年嘅售氣量可以增長7%。好犀利啊！咁煤氣喺中國同埋香港都有，相信假設嗰個用戶量係不變嘅話，咁佢嘅收入都起碼都有差唔多1成嘅增長，真係對於一隻公用股真係唔錯啊！仲有啱啱中電都公布咗業績，市場先生可唔可以都評論下呢？中電2024年上半年淨利潤係增長咗17.6%，主要係受惠以前拖佢後腿嘅澳洲業務轉虧為盈。今年上半年澳洲業務錄得營運利潤6億港元，而2023年上半年係錄得虧損5.9億港元。澳洲業務嘅改善有兩方面，一方面係發電業務量價齊升，另一方面係客戶業務嘅能源採購更有效益。不過管理層預期澳洲業務下半年營運利潤還比上半年將有所下降，原因係佢喺新南威爾斯州嘅電廠之前簽咗一啲價格非常優惠嘅煤炭採購協議，即將會屆滿。咁預計採購原料嘅成本之後就會上升啦。至於內地嘅業務，受兩個核電站大亞灣同埋陽江核電站因為計劃停運大修而導致發電量下降，營運盈利因此下跌咗28%。不過核電廠需要停運維修，其實係好正常嘅事。管理層預期下半年內地嘅營運會恢復正常，因為大亞灣同埋陽江核電站已經完成咗維修。至於大本營香港業務嘅表現就好穩定，售電量增加2.6%，營運盈利增加2.8%。香港業務盈利貢獻佔中電總盈利嘅73%，而香港業務係受到8%准許回報利潤嘅保障，因此能夠為股息提供保障，呢個係中電嘅優勢。我明白啦，我都明白點解四陽先生特別留意到長江基建係比較好嘅。我想再問多一個問題啊，咁點解你覺得煤氣同埋長江基建咧嗰個表現咧都我睇落都好似好正面咁喎？點解會比較中意長江基建嘅咧？主要原因就係因為長江基建佢個負債率比較低，而管理層已經講明未來會繼續留意，尤其是喺國際上西方國家嘅收購機會。咁呢啲西方國家嘅能源項目嘅好處就係佢係受到當地政府類似香港呢啲有利潤保障嘅，因為長江基建會繼續不斷咁收購，所以佢嘅盈利以及佢嘅派息未來係會繼續增長嘅。呢個就係我喜歡長江基建嘅主要原因啦。哦，咁我明白啦。咁主要原因長江基建比煤氣優勝嘅地方係主要可以用一啲低成本嘅資金去收購一啲比較穩定回報嘅項目。咁我大概明白啦。多謝市場先生今日分享嘅港股。咁而家不如講下美股啦。我都留意到，上個禮拜好多都出咗13F嗰啲，都好多嗰啲股壇著名嘅投資者都
都紛紛公布咗佢嘅持倉。咁我都留意到，即係我哋股神巴菲特咧，就即係喺個人半年嘅雖然公布咗減持舊愛蘋果，但係啱啱喺佢嗰份13F 嘅文件之中咧，都見到佢抄底建倉新寬嘅美妝品牌 Ultra Beauty。咁成為呢個文件持倉嘅最大亮點。你覺得股神點解會睇上呢間公司咧？唔該，徐立元先生，可唔可以即係解釋下咧？唔該。好嘅，咁個 Ulta Beauty 咧，呢間美妝嘅零售就受到呢個新任股東嘅巴菲特嘅注目啦。咁啊，據報道就買咗69萬股咗緊啦。咁呢個投資可能對於巴菲特嚟講就當然係小菜一碟啦。但係對於 Ulta Beauty 嚟講咧，就無疑係一種肯定啦。不過咧，成件事咧就唔係咁一帆風順嘅，因為咧其實睇翻 Ulta Beauty 咧，本身喺最近公布嘅業績入邊咧，其實個增長就比較乏力嘅，同店銷售咧增長咗1.6%嘅啫。咁所以咧，你見到其實佢個股價咧，曾經即係未喺巴菲特公布即係買入呢個 Ulta Beauty 之前咧，其實就一度咧係跌到320蚊附近嘅。咁如果你睇翻個表現嘅話咧，就睇落咧，巴菲特其實之前嘅投資就好似喺高位接咗盤咁樣咯。咁至於嗰個競爭方面啦，咁 Ulta Beauty 嘅主要對手就係Sephora 啦。咁佢屬於法國嘅奢侈品牌嘅巨頭 LVMH 嘅旗下嘅。咁同呢個 Sephora 比咧，咁 Ulta Beauty 咧就似乎係一個平價嘅代表啦。咁喺當前一個消費者要收緊嗰個嘅預算嘅環境之下咧，咁就對於佢嘅策略嚟講就比較係合適一啲。咁另外啦，所謂嘅口紅效應咧，亦都表明咗咧喺經濟唔確定嘅時期咧，化妝品嘅銷售咧亦都會逆市上揚啦。咁所以呢個亦都支持咗呢個 Ulta Beauty 嗰個市場嘅地位啦。咁就但係咧，Ulta Beauty 嘅國際擴張咧，似乎亦都只係剛剛起步嘅啫。因為咧，其實公司咧計劃會進軍呢個墨西哥市場啦。咁而墨西哥呢個美容嘅市場嘅估值咧係超過100億美金。咁預計咧就以6%嘅年增長率去快速增長咯。咁呢個嘅策略可能會係未來幾年咧成為Ulta Beauty 其中一個增長嘅動力啦。咁另外咧，就 Ulta Beauty 亦都通過同呢個 DoorDash 啦合作啦，亦都同一啲美國人氣最高嘅名人兼 KOL 啦，就會出一啲名人品牌嘅合作，咁嚟提升翻品牌嗰個能見度同埋吸引力啦。咁呢啲高調嘅合作咧，亦都會係令到 Ulta Beauty 喺一個競爭激烈嘅市場入邊脫穎而出啦。咁但係咧，Ulta Beauty 即係亦都面臨比較即係多嘅挑戰啦，例如嗰個嘅利潤壓利潤嘅壓力大增啦，競爭嘅激烈啦，同埋業績指引嘅下調啦。不過咧，佢就好處就係有一個即係比較強大啲嘅市場地位啦，一啲比較忠實嘅客戶群啦。咁加上本身佢一啲積極嘅擴張計劃咧，就顯示到咧佢其實都有一個長期嘅價值嘅增長嘅潛力咯。咁對於一啲即係相信即係美容行業可以長期即係具有一定唔錯嘅魅力嘅投資者嚟講咧，即係 Ulta Beauty 咧，其實都提供咗一個唔錯嘅即係投資嘅機會咯。哦，咁我就諗起千禧年間嗰陣時，卓越嗰陣時就都係做啲平價化妝品起家。其實 Ultra Beauty 其實都好似呢一個咁嘅機會咯。我就覺得都真係可能真係呢個口紅效應咧，都真係即係頗為準成嘅。咁正如呢個口紅效應咧，其實我都唔係好明白係啲咩嚟嘅，可唔可以再為觀眾解釋下係啲咩嚟嘅咧？唔該。好，咁就所謂嘅口紅效應啦，咁其實就係波士頓大學一個社會學教授 Juliet 啦，咁就喺1998年提出啦。咁佢就發現咧，當啲人咧個資金咧係較為緊絀嘅時候咧，女性咧就更願意喺一啲公共場合時候咧，就使用一個奢侈品牌嘅口紅嘅，就會放棄咗喺家入邊咧用一啲高價嘅保養
美容嘅化妝品。咁就喺2001年嘅時候啦，咁當時嘅 Estée Lauder 啦，咁嘅董事長咧亦都提供咗一個口紅效應嘅證據嘅。咁佢表示咧喺911恐怖襲擊嘅時候啦，咁 Estée Lauder 嘅口紅嘅銷量咧係激增，咁佢旗下品牌嘅口紅嘅銷量咧，銷售額咧亦都比當陣時嘅同期咧係增長咗12%咯。而據另外一個市場公司 Information Resources 嘅研究啦，咁佢追蹤住大眾零售商嘅口紅銷售額咧，亦都從當陣時嘅8月去到10月咧，係比當陣前嘅前一年咧係增長咗11%嘅。咁去到2008年金融海嘯嘅時候啦，Estée Lauder 咧其實亦都再次強調咧嗰個口紅嘅銷量咧係有所增長。咁另外啦，彩妝界嘅巨頭啦，歐萊雅啦，咁當陣時嘅按年咧，亦都竟然咧係逆市錄得一個增長2.8%咯。咁不過喺2020年嘅時候咧，就新冠疫情嘅影響之下咧，全球嘅經濟再次出現一個即係打擊啦。咁好多人咧都預期咧會再次出現一個口紅效應嘅。不過咧，結果就不似預期啦。咁主要原因就係因為疫情期間啦，大部分人都要戴咗口罩啦，咁亦都成為咗一個生活必需品。咁咧，雖然擦咗高檔精緻嘅口紅，但係就會遮咗，即係變成喺個口罩入邊，咁啊根本就睇唔到。咁所以咧，當陣時嘅口紅咧，唇膏啦，就亦都銷量係未如理想嘅，甚至咧比其他彩妝嘅產品咧，銷量更差。咁當陣時咧，反而咧取而代之咧有一個叫做香水效應添。咁咧，據呢個 Coty 嘅執行長啦，阿 Sula B 啦，咁就表示咧，消費者咧紛紛轉向購買香水咧嚟提神啦，亦都增加自信。咁當陣時咧，香水嘅銷售咧，由呢個高端市場咧轉移到更加個人化嘅香水啦。咁另外就當陣時嘅 Estée Lauder 啦、歐萊雅啦，同頭先我哋講嘅 Ulta Beauty 咧，其實佢哋當陣時嘅香水銷量咧，亦都一路飆升。咁所以可以話咧，喺不景氣嘅經濟情況之下咧，口紅效應喺消費行為上面咧，係有更加高嘅機率咧延續到其他美容產品咯。咁而口紅效應咧，究竟能唔能夠即係預測呢個經濟衰退咧？咁口紅效應咧，即係表面上就好容易令人理解啦。但係唔少嘅經濟學家咧，對於口紅效應呢個準確度咧，其實都抱有懷疑嘅。咁原因咧就係呢啲口紅咧就個售價唔高啦，咁要從呢個口紅價格去準確預測個經濟變化咧，就似乎咧欠缺一個嚴謹嘅數據同埋分析。不過無論如何啦，經濟低迷，咁啊消費者負擔得起嘅奢侈品咧，反而係會大受歡迎啦。咁而事實上咧，朱古力亦都係可以話咧喺不景氣日子咧係製造幸福感嘅，讓好多人咧咁即係短暫咁忘卻呢個煩惱啦。咁所以表面嚟睇咧，確實咧呢個口紅經濟即係口紅嘅效應咧，都係有幾分嘅道理嘅。咁所以如果美國咧真係不幸咁樣出現個嘅經濟衰退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可以不妨留意下當中一啲相關嘅題材咯。我想問多個問題得唔得啊？阿徐立別先生，當然會咁啦。如果嗰個相關嘅題材，其實我哋應該睇啲咩股票比較好咧？咁我覺得你而家最簡單，即係最簡單就當然係跟住阿股神嘅，即係抄佢功課啦。咁啊，Ulta Beauty 其實都可以係一個選擇嘅，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咧，佢嗰個嘅 PE ratio 咧，其實就唔算高嘅。你見到其實佢而家個 PE 都係得個10幾倍嘅啫，即係15倍都唔到。咁所以其實如果純粹睇個即係 historical 個估值嚟講咧，去到20幾倍，而家即係因為即係上一季個業績其實就出嚟麻麻地嘅情況之下，跌到得10幾倍咧。咁我覺得其實而家去買 Ulta Beauty 其實就唔算話一個好高嘅估值嘅情況啦。咁同埋即係如果你計翻股神巴菲特，即係而家啲人計翻啦，即係佢買個平均價都係大概係380蚊。咁你而家即係現價買入去，其實你同佢買入價其實可能都係差唔多。咁所以可能你真係即係同股神個買入價差唔多嘅情況之下，其實即係我覺得考慮即係 Ulta Beauty 其實都其中一個可以考慮嘅情況，即係考慮嘅股份啦。
咁其次就係話，即係如果真係出現即係衰退嘅話咧，咁當然有好多其他即係 recession winner 啦，我哋成日講。咁另外即係譬如好似 Costco 啦，或者係麥當勞啦，咁其實即係 Costco 大家都知道，即係佢個 business model 咧就主要係即係你做佢嘅 membership 啦，咁跟住你就可以入去買啲即係佢幫你篩選咗一啲性價比比較高嘅產品啦。咁喺即係同埋佢入邊好多都係一啲即係必須性嘅消費品為主，咁所以咧，其實喺即係 recession 嘅情況底下咧，咁啲人即係預算有限，咁所以咧買即係去 Costco 幫襯多啲 Costco 咧，其實就會即係其中係一個比較啲人會諗覺得佢會係一個即係受惠股啦。咁另外一個就係麥當勞啦，咁另外麥當勞睇好嘅原因咧，就因為啲人即係經濟唔好之下咧，咁就可能即係用餐嗰個嘅開支亦都會減少啦。咁睇翻最近麥當勞就出咗個5蚊美金嘅即係平人紅人套餐啦，咁所以就大受歡迎嘅。咁就所以即係你睇翻佢出嚟個業績咧，雖然就即係個同店銷售有啲倒退啦，就做得唔係咁好。咁但係咧，出咗呢個平價套餐之後咧，就好多嘅最新一啲嘅門店嘅人流咧，睇翻咧就出現翻一個增長嘅。咁所以咧，其實呢一類型嘅公司咧，都會係一啲即係所謂嘅 recession winner 咯。哦，原來都有呢三隻股票可以選擇嘅。咁暫時啲數雖然就話未反映到，但係而家個情況確實係睇落都即係會比市場更加，即係諗法會比市場更加好咯。個實際數字可能未出嚟，咁可以如果估值唔高，其實係咪都應該係可以考慮？即係呢個問題咧，我就即係唔係好清楚啦。但係即係阿徐立元先生就講得，即係佢講得好有道理咯，係咯，多謝。呢一集嘅內容好精彩，希望大家中意。非常多謝徐立言同埋湯丁丁。咁今日嘅分享到此為止，請訂閱我嘅頻道、按讚以及分享俾朋友。多謝大家嘅支持，再見。